蒲国双雄觅远航，寒江踏浪至南长。兄允荒原悲献计，帝称求守始终堂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16世纪初的北美大陆，对于欧洲人来说，还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新世界。冰冷的海水、荒凉的海岸线，以及那些神秘莫测的原住民，都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挑战。而2位葡萄牙探险家科尔特雷阿尔兄弟就怀揣着寻找新航路的梦想，踏上了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。然而，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相隔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这2位血脉相连的兄弟竟然相继在这片遥远的大陆上神秘失踪。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？是风暴？是海难？还是原住民的袭击？官方的搜寻无果而终，各种猜测甚嚣尘上。有人说他们发现了新的宝藏，选择了隐姓埋名；也有人说他们被原住民俘虏，最终惨遭杀害。然而，在几百年后，一块石碑的出现，却让这个原本已经尘埃落定的故事再次燃起了新的希望。这块石碑上竟然刻着米格尔的名字，以及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米格尔真的没有死去吗？15世纪末的欧洲，大航海时代的浪潮席卷着每一个渴望财富与荣耀的王国。葡萄牙这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端的国家，早已在探索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道路上领先多年。早在1487年，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·迪亚士就已成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，为葡萄牙开辟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奠定了基础。然而，就在葡萄牙人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之时，西班牙资助的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，打破了葡萄牙独霸海上贸易的局面。紧接着，英国探险家约翰·卡伯特也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，这无疑给葡萄牙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面对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的挑战，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深感不安。为了维护葡萄牙在东方贸易中的优势地位，他决定派遣探险家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亚洲的航线——西北航道。而承担这一重任的，便是来自科尔特雷阿尔家族的加斯帕尔·科尔特雷阿尔。加斯帕尔出身于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特色拉岛的总督家庭，家族世代与海洋打交道。亚速尔群岛位于欧洲通往纽芬兰的航线上，是当时大西洋航行的重要地标，这使得加斯帕尔从小就对海洋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也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。1500年，在国王的授意下，加斯帕尔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，开始了寻找西北航道的探险之旅。他向西航行，最终抵达了一片冰雪覆盖的寒冷土地——格陵兰岛。加斯帕尔误以为这里就是亚洲的东部地区，但他并未在此登陆。1501年，加斯帕尔再次获得国王的资助，开始了第2次探险。这一次，他率领着3艘船只，他的兄弟米格尔·科尔特雷阿尔也加入了他的队伍。船队再次抵达格陵兰岛，但由于海面结冰，他们不得不改变航向向南航行。最终，他们到达了一片新的土地，据悉是今天的拉布拉多和纽芬兰。然而，这次探险却充满了血腥与暴力。加斯帕尔和他的船员们在这片土地上抓捕了57名原住民。他派遣自己的兄弟米格尔率领2艘船只，将这些奴隶运回葡萄牙，而他自己则决定继续南下探索。临别之际，加斯帕尔向米格尔保证，他会在不久之后也返回葡萄牙。然而，这一别却成为了永别。米格尔率领的2艘船只顺利返回了葡萄牙，带回了那57名被俘虏的原住民。这些原住民被卖为奴隶，很快便在欧洲恶劣的环境中死去。然而，加斯帕尔和他的船只却从此杳无音信。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得知消息后，立即派出了搜救队四处寻找加斯帕尔的下落。然而，搜救队在茫茫大海中搜寻了很久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加斯帕尔的消息。加斯帕尔究竟去了哪里？
他的船只遭遇了什么？人们对此众说纷纭，各种猜测层出不穷。有人说，加斯帕尔在南下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黄金产地，但为了保守秘密，他选择了隐姓埋名，永远留在了那里。也有人说，加斯帕尔的船只遭遇了海难，沉入了海底，所有的船员都无一幸免。还有人说，加斯帕尔被当地的原住民俘虏，成为了他们的奴隶，最终在痛苦中死去。得知加斯帕尔失踪的消息后，米格尔·科尔特雷阿尔悲痛欲绝，他无法接受自己敬爱的兄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。他坚信加斯帕尔一定还活着，他一定要找到他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。1502年，米格尔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请求，允许他再次前往北美寻找加斯帕尔的下落。国王被米格尔的兄弟情深所感动，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为他提供了3艘船只。米格尔率领着这支探险队再次踏上了前往北美的征程。当米格尔的船队抵达纽芬兰海岸时，他下令3艘船只分散开来，沿着海岸线进行地毯式的搜索。他希望能够找到任何关于加斯帕尔的线索，哪怕只是一块碎片、一件遗物。然而，命运却再次和科尔特雷阿尔兄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后，其中2艘船只返回了预定的集合地点，等待米格尔的归来。然而，米格尔和他所乘坐的旗舰，却像他的哥哥加斯帕尔一样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又一位科尔特雷阿尔家族的成员在同一片海域，以同样的方式失踪了。这无疑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也让人们对这片海域充满了恐惧。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得知消息后，深感震惊和悲痛。他拒绝了科尔特雷阿尔家族的第3位兄弟瓦斯科阿内斯再次出海寻找的请求。国王认为，科尔特雷阿尔家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，他不能再让这个家族继续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加斯帕尔和米格尔·科尔特雷阿尔兄弟的命运至今仍是一个谜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他们都在探险过程中遭遇了不幸，葬身于大海之中。然而，在20世纪初，一个意外的发现却为米格尔的命运增添了一丝新的可能性。1918年，美国布朗大学的一位名叫埃德蒙德·拉巴雷的教授，在马萨诸塞州的迪顿镇附近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巨石。这块石头上刻着一个葡萄牙的盾形文章，以及一段文字：米格尔·科尔特雷阿尔奉上帝旨意，此地印第安人的首领。石碑上的日期显示为1511年。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。如果这块石碑是真实的，那么它就意味着米格尔·科尔特雷阿尔在1502年失踪后并没有立刻死去，而是设法在北美大陆上生存了下来，并且还成为了当地印第安人的首领。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也颠覆了人们对米格尔命运的传统认知。然而，这块石碑的真实性却一直备受争议。一些学者认为，这块石碑是伪造的，上面的铭文是后人刻上去的。他们指出，石碑上的字体与16世纪的葡萄牙字体并不完全一致，而且石碑的发现地点也与米格尔当年探险的区域相距甚远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，这块石碑是真实的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米格尔命运的新视角。他们指出，米格尔在失踪后可能被当地的印第安人俘虏，并逐渐融入了他们的生活。由于米格尔具有航海经验和一定的文化知识，他可能在印第安部落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，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首领。